天天是这个黑话啊！然后我现在要落盘了，我现在要把这个收口，然后你别急，我已经稳稳拖住了你。大家现在看的已经快要 PTSD 了，因为他经常会说我再收一下口，压实一下，我不跟你绕，我先从这个角度来帮你。Cloud 4.7把这一点点风格也学了，被大家骂了，说你好好的干嘛学 Codex 的这个不说人话。还是要跟大家道个歉，最近还是比较忙，因为最近确实是出名了，对，确实是出名了，那个要出国比赛了，对不对？不是，这是要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了，对吧？要吹亮亮了，刚。这一次呢，我们真的也是排面了，对吧？上次节目跟大家预告的说 Google I/O 我们可能这次会去哈，那也是感谢 Google， 感谢抖音这一次5月20号的 Google I/O 呢，我们真的会到现场给大家带来一手的这个报道跟点评所以也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锁定我们频道520，对。如果有我们的听众也在现场的，一定要提前说一声大家一起，咱们线下也能见一下对对对对，如果到时候有要去现场的，我们可能跟贤哥一起组个团，好不好？然后那个小帽子、小那个旗帜戴一下，跟一下贤哥导游团。对，举个旗儿，到时候举个旗儿。你这用上老北京腔，带着你们不迷路。对对对。哎，我们聊起来了，今天主要是想聊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最近还是有点密集，不能说炸裂吧，但是说有点密集。那我们频道呢？很多时候就是头疼医脚，对吧？就是我觉得最近想聊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御三家最近还是特别的猛，对吧？最近这个你争我赶还是特别的激烈。你看这个 Gemini， 对吧？这个完全违背了 Google 的祖训，直接出了一个 Mac APP。当然我是期待已久的我早就该出了，早就该出了，对吧？对，早就该出了。我当时还判断说，你 Google 应该是要憋到 Google I/O 大会才出，对吧？实在憋不住了，再等的时候也太晚了。我猜应该是 DeepMind 搞不定，因为最近 Gemini 的模型确实有点飘不能说拉胯，就是不稳定，上限下限都特别高。对，那是有点高我觉得我都快弃用它了，真的不是有点的问题，真的有时候让你真气愤的很。你提了一个好问题，都觉得浪费了，我觉得是正常的，为什么呢？那可能内部还是有点搞不定 DeepMind 这帮天龙人，对吧？天龙国的大佬，对对，还是有点搞不定。就是我觉得它模型跟产品这两条线，虽然说是强硬说要融合，对吧？但实际上这是过程中还是模型做模型，产品做产品的。据说还是跟这个 Antigravity 的团队一起工作的做出来的，好像说做了3个月，对吧？然后我就看有很多朋友评论说，你不要看它这么糙。人家是大厂花了好几个月做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价值就上千万了，对吧？大厂几个月，对多少人力这？对呀，不是自己坐在桌子边上喝着咖啡，直接 Web coding 的是吧？但是我后面又听一个消息，就是说，在 Google 内部就是说，还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 Cloud， 你知道吧 ？Web coding 这个事情，就天龙国的人可以用，你知道吗？就 DeepMind 这些人还是开绿灯的，最近好像也不让了。最近也不让了是吗？对，最近就是听说是得那个了，得强制，就是他那个，是他那个创始人之一的一个人出来说，所有人都给我再用我们自己的 Gemini 以及自己的那些 coding 的那些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能用现在心疼谷歌员工1秒钟。对，就这玩意儿被我就看到有解读是说什么，哎呀，你这东西就天天用人家菜刀用得很顺手，现在自己家的刀不好用也得用，你先用再说，就得这样子。我看到他创始人出来是急了，好像也成立了专项组，好像那个老外是叫什么 Strike Team， 就我们说那个 Counter Strike CS 那个 Strike 突击团队，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赶上，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 Anthropic 的这个 Cloud， 我们一定要把它干下来这个已经是直接类似当时那个奥特曼拉那个什么红色警报差不多的意思那个毕竟是创始人出来干嘛，这个事情又是不一样。但这个新闻如果是真的，我就挺鄙视的，就跟那个咱们经常说的是，如果有一个公司开始抓考勤了，这公司快黄了你说如果你需要这个创始人出来强调说我们不能用别人家的公司的东西，这说明这家公司得差成什么样对不对？自己员工都没信心你不如让他大胆方用，说大家好好看看别人就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大家想看看人家好在哪儿，咱们能不能做出比人更好的东西来，有点情怀或者有点心胸好不好？我没看这新闻，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出来靠这个喊口号，那没戏谁也管住人家自己私人家电脑用什么呀？
工作时候可能对，但我是感觉开的 Google 整个还是受制它这个组织啊，我们不是说大企业并官僚这些都不是这个哈，就是说还是说它的所谓模型跟产品啊，还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我觉得他是很努力在补产品了。你看这个 Josh 这个团队，对吧？真的很努力在补这个产品了，对吧？你也很少看过说 Google 做产品现在发功能发的这么认真，开始雕花了。你可想象 Google 什么时候在产品上面雕花，对吧？因为这个我们讲谷歌是应该就刚好就是去年的 I/O 大会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有香蕉嘛 ，Nano Banana 后面火爆了。就它这个累计是原生的这种训练优势还是很大的，对，就是它这个数据的这个累计，从技术上来讲有代差嘛，没有那么容易改的。但是大家现在就说至少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个方向是非常的精确啊，就所有的力道都集中到这个编码上。那谷歌是还是全方位的在打这个。除了阵地战之外的海陆空各种地方都在打，对，就不差钱，不差钱的玩法，是的，不差钱玩法，对对，因为桌面单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多应用、跨应用的上下文，以及能够操作本地文件的权限嘛，是的，对。但是当我用这个所谓小龙虾，我拉了一个御三家的群以后，就直接可以在本地帮我操作文件，帮我执行任务。我为什么我连 Web 端我都不需要了？就你说现在御三家摊开来讲，我觉得产品或者功能上最激进的是 Cloud， 对吧？你像 Cloud，太激进了，对吧？直接在桌面端集成了 Cloud 的 Chat， 然后Code 这什么 Cloud Code， 还有这个 Cowork， 对吧？3合1一个东西，已经是超级快成超级 APP 的，对吧？最激进的是它，第二激进的是这个 GPT 啊 ，GPT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讲啊。这个 GPT 自从我们全公司切到 GPT 以后。我觉得这个 Google 已经，如果再不发力，就有点不香了，对吧？变成前女友了，哥。事实上，已经大部分事情都不香了，我们都不用它了，连 UI 现在也不用它，为什么？就已经被 Cloud 又抢了。Cloud 最近一周还出了 Cloud Design， 就是专门做那个把那个 Figma 的股价都干掉了快10%。你想一下 ，Figma 是这个 Design 界的上市公司唯一一家呀，最牛逼的然后那个又直接干下去，因为。很多人会恐慌啊，就跟那个前段时间讲这个什么 SaaS 软件后背一凉，对，这就不是一凉啊，是真的是感觉是后背直接是被捅刀，菊花一紧。然后其实这一个月还有把很多东西还塞到了那个 Office 的那个365里面去啊，等等的一些地方都是这1个多月做的，非常激进哈，非常快，非常的快。然后果然在百度待过，而且他最近还特别说中国模型只要6个月左右，6到12个月就能赶上我们现在那个他最强的这个 Mesis 这个模型了。他那个达里奥有出来讲，他说中国模型6到12个月就能赶上，然后我们得再抓紧一点。对，然后我看说果然是在百度待过。考虑到这之前泄露的事儿，估计6到12个月都不用，看，对，3到6个月就出来了，看。对呀，所以这个更新就是特别快啊。然后那 Codex 更是了 ，Codex 我就感觉我现在我自己天天用 Codex， 就是天天都在给我提醒要更新了，天天都在给我提醒要有新版了。然后这个星期是更新了那个电脑操作这一块，他自己讲的是说几乎可以干任何事啊，确实是可以几乎干任何事的，你的电脑也能接管。就这些东西的话，你看他们是已经在产品阶段去深度应用了，但是这个谷歌的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像样的 computer use， 我就根本没看到这个影子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说真的是差很远啊。那我们特别期待说这个5月20号你得能端出点菜来。如果端不出来，这个事情就可能一段时间就是被动的又端不出来，贤哥去现场举横幅，自己跳槽，贤哥到现场横幅举起来，对，拉横幅去。是，哎，刚才讲到那个老修讲到那个 computer use 嘛，对，哎，我真的去试了一下，核心就是这个，我真的去试了一下，就是。哎呀，这就是我要的小龙虾呀！我还要什么小龙虾呀？对不对？对啊，小龙虾那些太弱爆了，就是小龙虾能做，它肯定能做；小龙虾不能做，它还能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印证了我们上一期节目我就讲过，我说 Codex 是什么 ？Codex 就是奥特曼心中的小龙虾，对吧？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 Codex 会长成一个就是奥特曼心中小龙虾的样子，基本上应该是超越小龙虾了。你说忘了小龙虾的那个创始人去哪儿了？刚是，失敬。对，而且应该肯定超越小龙虾，就是他现在的那个多任务的那个，就是 Codex 他会在我们给他过的那个多任务之间去主动找一些关联和去给你一些建议的。我相信说不定就是1到3个月左右。
就是我相信早上，比如说就是我们早上一起来，一打开 Codex，它就会推荐，可能会开始告诉我你昨天最近做的一些事情怎么样了，我建议你怎么做。因为这个事情我在龙虾上已经实现了，我在龙虾上自己调的，抄的 Cloud Code 的那个做梦的机制。他最近经常提醒我，哎呀，上次跟你讨论的那个方案，我有新的想法了，然后我跟你讨论一下。他早上起来就会跟我聊这个，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挺好。那我相信 Codex 很快也会把这个能力实现好。然后是在 Codex 这种级别，因为小龙虾毕竟是我个人的嘛，我自己调教的，我想给你们俩分享一下都没办法，对吧？那这个事情就是 Codex 可以做得到，它可以做到更通用的，不管是做成 plugin 还是后面的那个它的 skill， 还是它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 foundation 的一个基础能力，都可以。那这个事情就变成它可以主动的来帮你去想你可能需要什么，根据你的操作习惯。那这个事情就会真的比龙虾更龙虾，因为龙虾还有太多的所谓调教，我们经常说要给龙虾什么吃虾粮，要给它吃好的虾粮，对吧？各种大脑不能太弱 ，token 要多给它烧。那你这个东西多费劲啊 ！Codex 直接给你在中心做好了，那我这个觉得更爽。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是小看了这次 Codex 的更新，这个 Codex 更新其实他都没有把它的卖点讲出来，我觉得可能是公关层面不能讲哈。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2大卖点，第一个支持 Computer Use， 对吧？第二个呢支持浏览器了。就它内置了一个浏览器在里面了，对，有内置了浏览器自动化，支持浏览器自动化。这个应该就是他之前想把那个他跟 Atlas 那个浏览器合成的一步。是的，其实这2个事情就是小龙虾最核心的2个本质的能力，我觉得就是在 Codex 上面补齐了。对，我估计不敢讲，是因为不太成熟，讲了很多问题。就是它哪怕是 Computer Use 还有这些东西，至少现在用起来，我相信问题是很多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天生自带问题很多。浏览器也是，浏览器是资源消耗大户。对，我就说我们只是做编程，大部分的时候做编程，偶尔调浏览器去做一些测试、验证什么的，我们能够在一个晚上花了$200，一个晚上花$200，没干啥，就是非常恶心啊。就是它是出了一个小 bug。是在调浏览器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它会出现了超级死循环，然后一个晚上一直在那边起浏览器，一直在那边搞，然后一下子$200就没了。然后那个早上起来一看，账号都被封住了，因为已经跑到负数的价格了，就是这么跑出来的。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没注意，那搞不好房子都给烧没了。对呀，所以就是说我必须骂一句嘛，就这2天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 token 焦虑了嘛，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用的是 ChatGPT Plus 版本的里面的 Codex 的额度嘛，结果就前段时间的时候开始用这个 Codex 的 Mac 版，结果过不了一会儿，我这个周额度就 hit 了，就直接到 limit 了。然后呢，现在我感觉就是 Plus 版本的这个 Codex 的额度完全就是尝鲜级别的，根本不够正常使用。逼着你得买那什么，买 API 的额度才行。对，但是这都不是我 care 的问题，我完全不关心这些，我只关心说我能不能通过你放出来什么能力，我能不能看到你后面要做什么。这次还有一个，就我刚才讲一个浏览器自动化嘛，一个控制电脑嘛 ，Computer Use 嘛，还有一个就是它增加了单独一个聊天的入口，就你可以只聊天不写代码。对，那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从公关层面是希望把自己还是包装成一个叫做 Code_X 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他写 code 的。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它是超越 code 的，只是说很多事情它从公关层面，我觉得现在不能讲。但是我觉得它离那个 Super App 会越来越近。我觉得是这个讲不了，讲不出来。就是这个他现在这种感觉模模糊糊有，但他说不出来。他并没有说在战略层面上直接把这东西想的已经非常透彻了才去执行，而是说在这个阶段上来讲的话，想法是有的，然后能把它做出来就已经先是第一步了。至于说第2步怎么样，小车不倒尽管推，先往前走着。走到说一个东西真正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然后发现从后台数据看起来，就所有人都在用这个东西，然后呢，而用的很爽的时候，再把它包装成公关语境嘛。这东西反着来也没问题。不对，我倒是不太同意。我觉得他在上市之前这个阶段是必须要用各种骚操作拿下 code 这块市场，就编程这块市场。我不管你是泛code还是全code，纯编码还是泛编码，我不管你是什么。这我倒不反对。你看前2天不是有新闻说有2个功臣级别的，就是说核心级别的高管，OpenAI 的核心级别高管离职了嘛？一个是以前负责 Sora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干嘛的来？一个干嘛休产假了，然后一个身体有问题了，这个一听就有问题，一听就是要撤了。对啊，然后就是明显知道嘛，就是说这个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 coding 这块了嘛。这回就是萨姆奥特曼也被扔了燃烧瓶之后也想明白了，是吧？
你去年一年是整个发散的一年嘛？你做 Sora，你做什么社交什么都做，对吧？你去年浏览器什么都做，但是你今年你面对这个事情，我要不要上市？我要上市，对吧？我要上市，但是我要怎么讲好我的故事？我基本盘不能丢，我 Chat 8亿用户不能丢。第二，我 Coding 现在说今天破了400万用户，400万日活，还是用户量我忘了，应该是用户量啊，用户量，它活跃大概是300多万吧，啊，对，已经很高了，对，但是还是很少的，还是不够的。这个企业这一块一直是 OpenAI 的心病，对吧？被这个微软拴着狗链，一直是它的心病。所以就我不管任何的骚操作，如果我是奥特曼，我就用尽我所有办法，就是所谓叫 CodeX 这产品，只要跟 Code 相关。哪怕就是你只是跑了一个脚本也算Code，好不好？我就记录我的用户量，我必须把这一块给做起来。对，我觉得这才是不惜一切要拿到这一块的。是啊，其实实际已经做了，我们不也在薅嘛？那个 CodeX $500的那个赠金，对吧？他那个要求其实后来去试了以后发现，你第一得是一个企业绑定你公司的域名，完了以后还得用5个新的账号，这个不能是你已经在什么 ChatGPT Business 啊各方面都不能有，得有全新账号，对吧？那我就给他硬开了5个账号，熟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我们在国内那个是吧？对，在外面那个给人家发鸡蛋的时候，不也是干这个事吗？来扫个码，拿个鸡蛋拿去，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事情。老板说：“小修啊，今天怎么发了那么多鸡蛋啊？”小修说：“我发了10盒鸡蛋，扫了20个码。”对，平均每个人获客成本只要2块钱，你原来要200，我现在2块，怎么样？这不就这个事情一毛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而且时间限得很死，4月30号之前必须把这个给搞了。而且赠金也只能用到4月30号，不管你哪天激活，反正4月30号就没了。所以这事情就是猛烈在拉人啊，就是把人先拉上来再说，管他的，上来干什么都行。今年任务太重了，一定要那什么呀？一定要保证增长，还要保证说在上市前能把自己的估值做起来。前几周不是说嘛，他有一批这个股份拿到一级市场去搞，然后最后都卖不出去，无人问津嘛。虽然不知道这个新闻真伪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卖出去还是怎么样，但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说他现在的势头已经就是增长势头已经完全低于这个 Anthropic 了嘛。对，这个没就是你那个我有听说大家转头都去买 Anthropic 了，就是他那个没，就是那种情况。所以现在就产品技公关啊，模型技公关啊，对不对？你 Anthropic 做那么多动作，那么激进，包括什么 Cloud 的代码泄露了，然后今天什么 Cowork 发出来集成微软什么什么3件套什么几件套的。产品技公关啊，我觉得这个产品技公关的时代啊，就已经不是靠你去吹啊，不是靠你讲 PPT 了，人家是看你的产品呢 ，show me the code， 对不对？对，我觉得产品技公关这件事儿吧，还是拿前朝剑斩当朝的官，就是已经有点过时了。我觉得现在是什么呀？就是在这个美国市场或者说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大家认的是 coding 这个部分，然后 coding 这个部分又正好是被 Anthropic 抢了先机，然后之前的话，那个 ChatGPT 它是抢了先机了，抢了 AI 这个入局的先机。然后后面的 coding 这块是整个的，我觉得是增长和收入的先机，所以这一块已经这个 ChatGPT 落后了嘛，所以 CodeX 现在分力往前追赶，而且效果还不错，所以现在就没办法，那继续往这条道上走呗。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产品级别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战略级增长怎么产生的问题。所以现在下一步就是说 CodeX 的编程能力，还有价格，还有说这个产品推广速度到底够不够。所以这条道路可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他把其他都砍掉了嘛。什么 Sora 啊，什么东西啊，其他的各方面，我觉得他口碑上来了。就我个人的一个体感就是说，最近大家用 CodeX 的口碑，其实是加上 Cloud 自己也作死嘛，自己掉链，自己作死啊，自己作死。然后你讲一下那个 Opus 4.7之类那个东西，就是我先讲一下我的体感，就是说也疲软。对 Gemini 我们不说了，刚才已经骂过了，不说了，5月20以后再说啊，520以后再说，今天不说了，暂时不表。Gemini 是啥？那个编码都已经挤不进来了，简单先不说啊，对，我们就说 CodeX，我个人的体感，包括就是身边朋友啊，就是用技术的人，就是首先有 Cloud 自己作的成分，对吧？自己作了，自己怎么又做
这个 KYC 了，对不对？要核实身份了啊，什么东西的又泄露了当然自己也这个降智，最关键是降智，也降智。网上最流传的最火的就是你去野生动物园，看着远处一只凶猛的雄狮冲着你冲了过来，你好怕呀！然后你手一呼，发现一只金毛跟你汪汪汪，一起上喵喵喵，就是这么差，就是这么差。我们一起学猫叫，实际的体验就是这么差。你感觉我靠，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干出来跟鬼一样，什么你说的跟他干的完全是两件事。好多这个不是国内的人夸张的，是国外大量的这个博主都是这么讲的。那我们原来是以为我们用的中间是不是中转了，他妈的被降智了，后来发现在他那儿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体验太真实了。所以直到最近出这个 Opus 4.7，大家才觉得终于像样了。但是出现了新的情况，他换了 Tokenizer 等等的一些东西，就是重新计费计价，思考方式都变了，他没有那种思考模式了，就是默认他自己决定思考还是不思考，完全黑盒了。但是确实有一些质量是提升了，模糊的任务的质量提升了，但是明确的任务的质量有些部分还下降了。但是总体来讲是比以前要好但最致命的是它更贵了，就是它的 token 消耗比以前可能高了20-30%，是至少的事情。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是明确任务这一块是被 Codex 抢了很大的市场了。刚好这个空隙被奥特曼钻进去了。现在很多明确的任务，修一些复杂的 bug， 现在大家也都用 Codex 去做了，会用 Codex 干，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干的啊。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像刚才我说的 4.7 它是强了，但是 token 消耗变大了，这个等于我的变相涨价了嘛？那是吧？对啊，这个东西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稍微好好让它又变成了那种做 plan 的时候好好用一用，真干活我可能找 Codex 去干活。对吧？因为你这个 plan 可能实在是做的还不错，但是干活起来你实在太烧 token 了。然后那个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比 4.6 还差一点。像我们在干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活，我会强制切回 4.6 去干，然后而且会用 4.6 的那个上下文，不要用那个最新的100万上下文的，100万上下文还经常会出问题，就是给它退回以前非100万上下文那个200多 K 还是400多 K 的那个样子的，就跑起来反而会比现在新的好。这个就是他现在的各种调教是确实就是可能针对可能不同的企业，很多东西做了很多的变化，做太多了做太多了。他这一次发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他发布之后，他自己的那个首席工程师还专门出了一个 guideline， 蛮细致的 guideline， 就是说怎么样去用好 4.7。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不好产品的特点，不好产品才需要配一个长长的说明书来讲这个东西怎么用。好的产品是不用的，只要说发布了，剩下大家自己去用。就前面它都是这么发布的，这一次特别讲了 4.7 要怎么用，然后那个生怕大家变成说烧了 token 又不好用。这就是发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被骂了，对吧？没办法，所以自己先上来一下，先贴个补丁，然后让大家知道骂你怎么骂，告诉你骂的时候也是小心点，我们其实有预知的啊，并不是你可以随便骂。我先叠一层甲。对，先叠一层甲。我告诉你怎么用了，没用好是你的问题。说回那 Club Code， 我对这家公司一直喜欢不起来，真的。就是说我喜欢不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我这种用户来讲，以前不编程的人来讲的话，我总感觉它高高在上。虽然我知道它评价很高，然后呢各种的这种模型的能力怎么样，之前又做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它之前这个新模型出来之后又不让大家用等等，咱上节节目也说过，但我一直喜欢不起来。我感觉它的这个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这傲慢在里头。然后这种傲慢体现在这个定价，体现在这个限制，体现在封号，体现在各个方面。然后呢，你说能力上强，确实强，但这个强也只是他找到一个点，就是编程嘛，这个点。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反正我是感觉就是说，他就是那种我有一门特别强，特别灵，然后呢，我就有点像当时拿着倚天剑的这个灭绝师太，所以我可以大杀四方，然后我也不用说给谁面子，然后我更不需要讲什么道理，因为只要手里我有这把剑，我就可以瞎砍。胡砍乱砍，就这种感觉哈。那你活该孤老终生。对呀，所以就灭绝了嘛。你问一下这个被 Cloud 虐千百遍、待他如初恋的老修嘛，对不对？对呀，对，所以我也想说，反正我是喜欢不起来，我不知道老修是不是。这个没办法，就是我们在国内也经常大家骂他，因为他是明确把中国这个事情，中国我们这边列入黑名单了嘛，我们就是，而且用的词是很恶心的。那个词用英文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敌对的国家的意思。其实国内大家都很不爽，但是问题是妨碍不住国内大家都要上去用它，还是就是企业是用脚投票嘛，就是你这个东西能把活给干了，
贵一点我们也要用，对吧？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还有个更硬核的数据，应该也是这周发生的，就是说其中有一小段的时间，数据上是显示那个 Anthropic 的 To B 这一端的 To B 这一端的是营收好像有比那个 OpenAI 高了，就是因为这个是挺夸张的一件事情，因为原来是要知道我们在1年前讲 Cloud Code 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才是多少个亿啊，10个亿都不到的那种规模。然后现在已经是讲非常非常大了，然后大部分的收入其实是真的是硬生生从 OpenAI 那边抢过来的。那这个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它还不是说大家一起抢那个大蛋糕，其实过程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此消彼长，被他直接抢了好多，然后现在大家在一起去抢什么国防军工啊这些的，大家什么网络安全的，什么打伊拉克啊，各种地方都用。你不用喜欢他，我觉得你在国内做这种政企的，你也要喊口号，对不对？那他无非是在美国做这块，他也喊他美国的口号嘛。这个是不是又是学了百度的精神？怎么样？没有，这个什么长成你客户的样子。对，你要长成你客户的样子。对，就是再恶心，但是首选你，就是这样子。你这么说我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不喜欢他了，对吧？因为太熟悉了这个套路。你不喜欢他的客户啊，不是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你对这个套路太熟悉了，所以被看穿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太熟悉了，我太多熟悉这个套路了，我这熟的不要命。我跟你讲，我见不同客户啊，穿不同的衣服，我告诉你。而且我在那个 X 上好像看一新闻说，他当时好像有一段时间悄悄的把那个 Pro 版里的那个什么 Cloud Code 给取消掉了，然后必须得 Max 5以上才能用 Cloud Code。然后我当时看了那个之后，我就底下那评论特别逗，就说嘛，就是以前你觉得啊，大家一起吃自助餐，结果吃着吃着发现有些东西要单独收钱了。哎，恶心的多了。我们这个估计还用着还得请你本人出来帮我们做什么身份验证，还得活体验证。我们毕竟人在中国。我怎么想到滕某训啊？我动不动扫码验证。你定义了嘛，就活成你客户的样子嘛，不过说回来，就是说回 Codex 啊，就是所以 Codex 被大家映衬着，对吧？显得眉清目秀起来了，突然一下子变得那个楚楚动人了，开始招人喜欢了啊。整个来讲，对啊，我觉得那个大善人的位置，他把谷歌大善人的位置接过来了嘛？对，最近开始做大善人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量够大。简单的说，可能1/10的价格能够用到差不多90% Cloud 的能力，你能不用吗？这肯定要用啊，肯定要先去把它用一下。干活啊，对啊，现在确实能干活。对啊，就真的能干活。你看，我们就说90%的能力，而且有些地方可能还超越于你，就是干这种。确定性比较强，然后那个就是我说的确定性比较强，往往是我们就说需求相对比较清楚，然后那个但是有难度，可能有这个东西要排查一些历史的 bug 呀，应该说面向专业工程师啊，什么史山 bug 啊这种，他都真的能干。我们实际上是有好多我最近因为我们自己也在重构我们自己的产品嘛，那其实有一些历史的 bug 我都是用 CodeX 去改的。那个它能够帮我们找到，而且大家现在都已经开玩笑了，因为那个 Codex 它用5.4的那个 GPT 嘛，然后5.4有一些很装的这个不是人话的黑话，我现在要漏盘了，我现在要把这个收口，然后你别急，我已经稳稳拖住了你，就是这个大家现在看的已经快要 PTSD 了，因为他经常会说不着急，我已经稳稳拖住了，然后你们那个我再收一下口，压实一下，就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天天是这个黑话啊，然后这个黑话。我不跟你绕，我先从这个角度来帮你，然后还就是先说结论啊，这些套路都已经用得很好了，那我都不得不说就是活干的可以，然后这话说的嘛，就是有一点点难受，但是这个套路也是比较直接的，这也是他的风格，对，有自己的风格啊，甚至好到好像那个那个 Cloud 4.7也有一点点这个，把这一点点风格也学了一点，被大家骂了，说你好好的干嘛学这个 Codex 的这个不说人话。学坏一出溜，直接就跟着走了。哎，不是，那就是说新在蓝是御三家都大概都说到了啊，然后 Gemini 也好啊，然后 Codex 也好，还有那个 Cloud Code。那现在这种情况对国产模型怎么样呢？国产模型现在追赶很快啊，非常快。我们最开始讲的像这种Kimi 的 K2.6 这种，还有那个 Minimax 的那个应该是2.7吧，他们版本号好接近，他们都是原生多模态的这个新的这种 coding 模型。
然后 Agentic 的这个代理的这个评分都很高，就是实际完成的情况也是蛮好的，因为相当于就是国外的这些御三家大家在抢嘛，然后那个各种能力迭代特别快，但是真正的把活干下来，对这个事情其实你还是国内的这个想，为什么？就是首先不用说至少国内的价格是绝对够便宜，就是干这些活啊，你看这个 agent 越聪明，你就马上越能感觉到你的 token 在燃烧。那这个 token 在燃烧的时候，你烧国内的这个，你烧的你就觉得心安理得，就觉得哎呀这个也烧不到哪里去，就还好，不会一个晚上把房子烧没，是吧？也不会一晚上就怎么样了。这个其实就是妥妥的。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话还是集中精力再把编码打穿，就是这个编码里面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他们现在都在弄，就我最开始举例的那个Kimi 的这种，就是说你一边编码一边直接扔截图啊，然后去告诉他哪里不行，他就可以理解的很好，然后可以去而且把你一些没讲出来的图上的隐藏的 bug 都给你发现了。那像这些事情其实以前是很不顺利的，以前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以前干的时候都是断裂的，我们以前干的时候都会去跑到别的模型再去看一下。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国内就是典型的。每一家都可以做到一站式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还可以一站式搞定所有的事情。然后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国外的厂商其实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在国外，你看就像我们御三家都会用，这肯定是这样子的。但国内的话，其实我现在发现趋势上就是我用一家可以基本上完成大部分工作，应该叫越来越少的场景，我需要去换另外一个模型。包括说最近我没有用，但是我注意到好多地方都在讲字节的那个 Seed 的那个编码，就是 Trail。它的大模型现在也做得很好，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快速的那个追赶，就是编码这个很细致的所有的工程上面的细节都在赶，特别是最近又看了 Cloud Code 写的代码，我靠，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很快的，就是至少我们在日常干活，我觉得国内的是还是会非常有希望的。国内静悄悄必定在作妖，对，对，特别是你刚才讲的 Cloud 泄露这个是，对，国内大家你看大厂都没有什么反应，大家也不出来分析，反正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产品就行了。必定在作妖，对，必然呐，对呀，这回这作业抄着是，你说，哎，你比如说你在那个这个暑假放假结束之前，对吧？然后呢闹哄哄的，就是想找本作业抄。等你有作业，你看全班都安静了，大家都在抄，没人抬头。谁在班里走来走去？先把作业抄了再说，就是先交上去再说。所以说中国模型嘛，对吧？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说考虑太多产品，就把性能、价格打到极致就完了？然后呢，直接背靠着说，现在这些什么小龙虾和这个爱马仕，现在这还在往前迭代，然后从开源上来讲，还能再继续占领市场。对吧？那这最大的智慧啊，就包赢的智慧啊！你们去卷啊，你们什么 Codex 什么都，你们去探索前沿，你把市场给我跑清楚了，需求确定了，比如现在需求确定了，就是 coding 对吧？就是 coding 嘛。好，我往死里搞啊，价格足够低，对不对？价格足够低，各种选项全部给你拉满，对吧？你飞一趟中国，你现在连飞都不用飞，对，你不用飞，对吧？直接就是拿到就是全世界最低的价格，对不对？对。所以我说最低的价格，最性价比最高的模型给你怼到面前，就中国又把 AI 干成了制造业，对吧？对。哎，不过说到 coding 这个，如果说 coding 就是不能叫如果了，现在已经就是既成事实了，就 coding 现在就是最热的 AI 应用嘛，对吧？然后呢，那我记得今天吧，还是昨天就说到这个 SpaceX 要收购 Cursor， 我看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说真话，这件事应该在意料之内啊，只不过就是说，马斯克在现在这个阶段来做这件事的话，然后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只是谈论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说到底该不该买，我觉得他早该出手。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啊？马斯克怎么会看上Cursor？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啊，这个事儿。你想整个这个事儿其实你分析起来又不奇怪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刚才好歹还讲御三家在那边砍，他都在外面看的，对吧？就是马斯克其实问题他没有刀啊，他早就想下场了。他去年你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有一次想要直播，就直播他那个 Grok 几啊发布 ，Grok 4应该编码一直出不来。Grok 4他当时说1个月后编码就上来，现在多久？现在应该半年以上了啊，还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编码的出来。对，就是他能有一些的，但编码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而且那个用户啊，然后那个模型啊这些东西都卡住了。然后现在这个 Cursor 的话，它其实
你看到收购的这个消息之前，它 Cursor 有2个那个应该是 engineering 的负责人已经被 SpaceX 就 XAI 他们挖走了，已经是把很关键的这个干活的人挖走了。那现在的话觉得不行，还得把他用户给买过来，就光有人干活那来不及啊，等一下再等我的用户攒起来都被他们3家吸光了。这也是一家要上市的呀。对啊，首先讲一下关系啊，现在应该 SpaceX 已经收了 XAI 对不对 ？XAI 已经被收了啊。先讲一下这个关系啊。那今年这几笔上市应该是最重要 ，SpaceX， 然后 OpenAI 跟 Anthropic 对吧？对，所以这个动作是很诚实的。对，你说总不能等到上市后再干嘛？这个事情现在已经4月份了，这个用户能买就直接买了，而且他给的那个方案我看也挺鸡贼的嘛，2种方案对吧？一个是600亿美金直接把 Cursor 收了，还有一个就是到了那个时间，他好像约定了几个月时间嘛，到那个时间以后如果不行，我就用100亿美金付个一次性的这个费用，就当租了。都当租了你们这些事情啊、不管是资源呢还是什么的，就100亿美金吧啊、然后这个他就是这么谈的，然后保留了能用600亿美金收这个 Cursor 的这个 plan， 然后他们 Cursor 团队也确定是接受了，600亿美金确实不错了，可以啦，很香了，很香了，确实很香。我跟你说，前2天我听了一句话，给我逗的，我在当时从床上都乐起来了。就那个 KK， 不是那个失控那本书的作者说，就是说埃隆马斯克的很多想法，他的判断一定大家要注意，他的判断大概率都是正确的，但他的时间表永远都不对，他没有时间概念，就很多预估的时间都实现不了的，都是吹牛的。但是这个没办法，是被逼的，对吧？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SpaceX 然后收购 XAI 之后，估值不是1点几万亿嘛，对吧？1点反正上万亿了，1.5万亿，对啊。然后呢，中间拿600亿，现在说先锁定一个就是采购权，锁定一个买 Cursor 的采购权，我觉得这太值得了，对吧？这故事随便以马斯克的本领，或者说拿这个 SpaceX 来讲故事，随便讲这个未来上市之后的估值，或者上市之前的估值，可能就远超这个要购买 Cursor 的价值了。再说到底买不买，到时候还是回事呢，因为它毕竟只是个权利嘛啊。对。聪明，你赶紧啊 ！SpaceX 股票跟我Cursor换一点，对不对？你要是有 OpenAI 的股票卖了之后买 SpaceX， 没准还赚2倍呢，一进一出个。而且 Cursor 也算是捡到了，我看了一下 Cursor 为啥那么开心，除了600亿高啊。马斯克那个画的那个饼也很大，说你们上我的，他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太空计算的那个计算的那个叫什么真正的比云端还要云端之上的那个太空计算的一套方案，不用排队啊，不用排队，你直接来，然后那个你不是没有自家模型嘛，你来我这里训，对吧？你来我这里训完了，价格便宜的，这个量又足，你随便搞。对，这个东西也是很吸引他的，因为他不是前阵子就是说训了一个模型 Composer 嘛，然后搞了半天，最后终于认了，是基于我们的那个就是 Moonshoot 的 Kimi 做的，然后认了以后呢，他现在还得再进一步训自己的模型，可能这个搞得有点丢人，可能你确定马斯克不是说我带你去跟中国老板喝酒？说不定其实最后又绕到了中国老板，还是挺有可能的。马斯克，我带你去跟智谱喝酒。对，马斯克说这个模型底层模型我是帮不了你了，我只能帮你把算力搞定了。底层模型我认识这几个老板的，我带你过去。以后又变成供应链思维了，靠啊！不过人Cursor供应链2道贩子，马斯克。对，有可能的。你说没问题，这空中你再多算力，你最终还是得有模型跑嘛。那模型不自研，那就搞中国的嘛，这个可以。好，反正我们就闲聊，这期就是778跟大家从御三家扯到这个 SpaceX， 反正就是一个闲聊节目。对，那反正也是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然后5月19号、5月20号这个贤哥在 Google I/O 大会现场来的一个直击吧。那希望就是非常期待。今天虽然是这个拉踩了一下御三家，对吧？恶心了一下，揶揄了一下 Google， 但其实这个为什么揶揄它？就爱之深责之切，对不对？这个 Google 还是我们还是心里还是非常。对，我们希望它能好，希望它能再度振作起来啊！对，而且我们频道还是有很多 Google 的股东，对不对？还是有非常多 Google 的股东，包括老修也是，对吧？我们肯定不希望 Google 不好啊，对，所以就是借这个御三家点评一下，拉踩一下，还希望说 Google 大圣人5月20号、19号、20号就是发力一把，好不好？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收听，拜拜，下次再见，拜拜。